女孩只不过不小心弄丢了手机，就离奇惨死在郊外的小树林。警方还在努力的寻找线索破案，一个女孩的手机就再次被人捡走。在归还手机前，男人不光为其更换了全新的高清摄像头，还贴心的帮其安装了病毒。只用了2天时间，男人就轻易的掌握了女孩的所有信息。随后他便给失主打去电话，并谎称自己捡到了她的手机，但不小心给摔坏了。为了表示歉意，就送去了维修店。现在手机修好了，他只要过去签字就能拿回手机。女孩信以为真，去手机店签字，顺利拿到了手机。可她不知道的是，在填写资料时就已经泄露了密码。她所有的操作都会复制到另一部手机上，就连手机摄像头都会被控制进行实时拍摄。之后的日子里，女孩的日常就成了男人的下饭菜。早餐吃了什么？中午点了什么外卖？晚上打了几把游戏？甚至连家人的信息和工作文件，只要出现在手机摄像头范围内的，全部都会呈现在另一部手机上。甚至还会趁小美工作期间，堂而皇之的输入密码来到了她的家里。在一番精心筹划后，小帅将小美设为了电脑屏保，这表示时机已经成熟，小美将成为第9个因为丢手机而丧命的女孩。这天之后，小帅每次都会精心打扮后去光顾小美工作的咖啡店。帅气的外表，高度重合的兴趣爱好，小美想不注意到对方都难。两人很快就聊得火热，结果小美就发现小帅不管是从5官还是3观，都跟自己十分契合。本以为是爱情降临，父亲却一眼便看出小帅很奇怪，不愧是比女儿多吃了几10年的泡菜，看人的眼光就是准。在晚上送女儿回家时，还特意提醒了她，让女儿小心刚才在店里的男人，不要整天没心没肺的只盯着手机。可恋爱脑上头的小美怎么听得进去？和父亲发生了激烈的争执。 아빠 이렇게 감시하고 집착하는 거 그게 더 이상해. 알아? 아빠. 然而这一幕都被监视的小帅尽收眼底。回到家里的小美十分纳闷，最近手机电量总是下得特别快，她也没多想就给手机充上电。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声响，想起父亲的话，她吓得瑟瑟发抖，赶忙躲起来，拿出父亲给她防身用的小刀。就在她被吓得大气都不敢出时，闺蜜嬉皮笑脸走了进来。原来闺蜜在跟家人吵架后，一气之下离家出走来投奔她了。两个女人之间总有聊不完的话题，丝毫没注意到手机竟在自己发消息。另一边的小美父亲看到女儿的道歉信息十分欣慰，紧接着女儿又发来了一个网址，让父亲帮其砍一刀。父亲没有多想，就点开了链接。谁知爸爸的手机此时也被监视。就当父亲正看着女儿小时候的视频时，突然收到一条快递信息。父亲不疑有他，出门查看，门口果然放着一个箱子。可就当他蹲下查看之时，隔天就当太阳晒屁股后，娜美才迟迟醒来朝公司赶去。可她刚一离开，小帅就来到了她家，将房子认认真真的查看一遍。他不知道的是，就在他肆意欣赏小美的房间时，他的房间也被人潜入。警察大帅调查女尸案时，意外发现凶手可能就是自己儿子，于是便四处查找他的下落。很快，他根据快递单找到了小帅的下落。大帅熟练的开锁进门后，瞬间就被震惊住了。儿子桌上的指甲油正是死者同款颜色，墙上的照片正是被杀的女孩。在柜子里发现了死者的衣物，甚至行李箱里装的都全部是死者的银行卡。死者的全部积蓄都进了小帅的金库。而就在关键时刻，小帅回来了。他正要开门之时，就发现自己夹在门缝上的红线掉落在地上，很明显自己家被人潜入了。小帅悄悄绕到后窗，就看到父亲大帅在翻找东西。眼看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作案本，里面详细记录了每位受害者的信息以及杀害他们的计划及过程。而笔记本最后一个正是小美，她赫然排在第9，这也就说明小帅已经连杀8人，小美正是他的下一个目标。就在这时，大帅收到了小帅的信息，爸爸好久没联系了。接着就是一张照片，看到照片，大帅瞬间朝窗外追去，可外面空无一人。大帅瞬间想起儿子的电话拨了过去，等顺着铃声找过去时，就看到手机被固定在天台，四周根本没有人。大帅瞬间意识到自己中了调虎离山计，赶忙返回儿子家里。可此时屋内满地是水，痕迹早已经被冲毁，装满证物的行李箱也被带走。小帅就这么轻而易举地逃脱了。如今警方已经怀疑到他了，必须赶快行动了。세요. 미안해. 아빠.